现在连照片都能造假了，你还信得过什么？你今天刷到的那条新闻，那个把你气得够呛的视频，那张截图，你掰着手指头数数有几条？你敢拍着胸脯说100%是真的？数不出来吧？我跟你说，咱们现在活在一个什么都能造假的时代，假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懒得分辨了。看见个啥，心里默默来一句：80%又是 P 的，80%又是 AI 整的，手指一划走人。但今天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东西写下来2000年了，它里面对未来的预言到今天兑现了一大半。而且你听好，2000年里多少人拼了命想证明它是假的，一个都没成功过。他现在正在讲一件事，这个世界会怎么收场。这期到最后我还会给你做一个测试，30秒，特别简单。但我先说好，大部分人做完会得到一个自己都不太想承认的答案。而且我先剧透一句啊，这期真正的反转不是这个世界会怎么结束，是到底谁先结束。先说回假这件事，你想想上礼拜你刷到一段视频，里头某个你认识的人物说了句特别炸的话，你当时血压刷一下就上来了，想都没想转，还配了句果然不出我所料。结果第二天评论区有人点你，哥们儿，这 AI 合成的假的，你心里咯噔一下，然后你做了个动作，把那条转发悄悄删了，装作没发过。你没跟任何人提这茬，也没去回那个提醒你的人一句谢谢，删完接着往下刷。但你删他那一下，脑子里闪过的其实不是我被骗了，是另一句更凉的话，我已经分不清了。你发现没有，咱们这一代人被这个时代生生逼出了一身本事，天天在判断这是不是假的。一张图，一段语音，一条聊天记录，你先在脑子里过一遍，可信吗？P过没？带节奏吗？这本事你练了好多年了。但我问你个事儿，你知道银行柜台那些人怎么一摸就知道是假钞的吗？你以为他们天天在研究假钞，研究造假的花样？错了，假钞的花样那是无穷无尽，今天一个版本，明天一个版本，你研究得过来吗？研究不过来。他们靠的是另一招，把真钞摸透。真钱什么手感，什么纹路，对着光啥样，油墨闻着啥味儿，摸到滚瓜烂熟，烂熟到闭着眼指头一捻都不会错。然后假的一上手，他根本不用比对，指头先告诉他不对劲。你品品这个，辨别假的靠的压根不是研究假的，是把真的摸到骨头里去。那回到你身上，你花了那么多力气，那么多年，天天在鉴别假的，可你这辈子有没有认认真真摸透过哪怕一张真的？我说的不是钱啊，我说的是你心里头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你笃定到摸透了的，是你敢拿它当尺子去量别的东西真假的。你想想你都信什么？专家说的，专家天天打架，今天这个被打脸，明天那个翻车。新闻说的，新闻你刚才还在删，你自己的判断，你上礼拜那条转发是怎么删的？忘了？连你自己的脑子都开始骗你了。我跟你说个更瘆人的，现在的 AI 能拿你妈3秒钟的语音给你打个电话，那声音那口气一模一样，张口就跟你要钱，你分得出来吗？分不出来。有图有真相这句话咱从小信到大，对吧？现在作废了。图是最好造的，视频也一样。眼见为实这4个字是这个时代头一个被干掉的。你再往深想一层，你以为假消息顶多骗你点钱丢个脸？不是，真正要命的是信一个他一个，他到最后你索性谁也不信了。你以为这叫清醒？我跟你说，这不叫清醒，这叫没着没落。一个谁都不信的人，他不是自由，他是个孤儿。风往哪儿吹他往哪儿倒，谁嗓门大他暂时信谁，下一个嗓门更大的来了他再倒过去。你这2年是不是老觉得心里发飘，抓不住东西，看啥都隔着一层？就是这么来的。而且我跟你说个反常识的事，越是自觉聪明自觉看得透的人栽得越狠。为啥？因为他太信自己那套过滤器了，这种破玩意儿还能骗到我？结果骗子专挑这种人下手，递给他一个正好顺着他成见的料，他眼睛都不眨就信了，还赚得比谁都欢。真正高级的骗局从来不骗傻子，专骗那些笃定自己绝不会上当的人。这事儿我自己也栽过，越是觉得这还能蒙到我，往往栽得越响。这不是你蠢，是人性，越精的人越吃这一套。
说白了就是你活在一个全是假钞的世界里，可你连真钞长什么样都没仔细看过一眼。这才是这个时代最要命的地方，不是假的太多，是你手里一张真的当底的都没有，底下全是流沙，你当然站不稳。所以今天我不急着跟你讲什么大道理，我先干一件事，给你看一张真的长啥样。你先别急着信，我知道你心里那道防线立着呢，又来了，又要跟我说圣经多神。行，那我换个你能接受的玩法。你想想那些阴谋论，那些我有内幕消息，我跟你说个你不知道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从来不让你去验证。你一较真儿，他就给你打太极，你懂得细思极恐，糊弄过去。算命的、看星座的那些个大师也都一个套路。你啥时候见过哪个大师敢把话说死，敢让你拿一个准日子去对？没有，永远是你最近犯点小人，贵人在东南方，怎么说都对，怎么圆都能圆回来。你发现没有？糊弄人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怕被验证。他越敢让你较真儿，他心里越虚。但我现在要给你看的这东西正好反过来，他敢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砍，你只要找到他说错的一个地方，就一个，你就能当场把他整个推翻。这胆儿可不是谁都有的。我先说这套东西凭啥敢让你拆？你想啊，一个江湖骗子会不会主动跟你讲，来来来，你挑我一个错，挑出来算我输？不会，他躲都来不及。敢这么叫板的只有一种人，他手里是真货。其实科学也是这个理儿，一个说法牛不牛，不看他说的多漂亮，看他敢不敢让你拿事实去砸他，砸不烂的才算数。这套预言就是大大方方摆出来让人砸的，砸了整整2000年。多少最恨他的人，最想搞垮他的学者，拿着放大镜一节一节的抠，就想抓他一个错处。你猜结果怎么着？一个都没抓着。我给你拎一张他最硬的牌出来，有这么一个民族，亡了国，不是亡个3年5载，是整个被人连根拔起，散到全世界，东一块西一块，过了快2000年。2000年是多少？你算算，差不多100代人。从你这往上数100个爷爷，这100代里头，他们连自己老祖宗的话都快说没了，那语言在日子里基本就死透了，只剩翻书的时候还认得几个字。你按人类历史的规律想，这种民族结局只有一条道，被周围同化掉，慢慢就没了，再也找不着，对吧？哪有亡国快2000年还能原地满血复活的？没有。你翻遍整个人类史，独此一家，没有第二个。可他在1948年原地复国了，而且复国第2天，周围一圈邻居就提着家伙上门了，想趁他立足没稳，一口把他吃掉。结果呢，没吃掉。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立国头1天就被围殴，愣是到今天还戳在那儿。你说邪门不邪门？更邪门的在后头，这事不是1948年才有人说的，是2500年前就白纸黑字写下来了。那本书里有一段写得特别有画面，一个人被领到一片山谷里，满地全是晒得发白干透了的骨头，风一吹哗啦响，然后有个声音问他一句，这些骨头能活过来吗？你想想那场面，换你怎么答？正常人都得说得了吧，这玩意儿凉透了，活不了了。结果那声音让他对着骨头喊话，喊着喊着，哗啦哗啦，骨头接骨头，长筋长肉，蒙上皮，最后一口气吹进去，呼啦一下全站起来，站成了一支大军。说的就是这个民族要从死透了的状态里重新活回来。2500年前写的，你说这是后人编的，事后才补上去了吧？我跟你说，这条路也被堵死了。就在复国的前1年，1947年，一个放羊的孩子在山洞里刨出来一批最老的抄本，多老？比在他之前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本子还要早1000年，早1000年。可里头的经文跟咱们今天手上这本一比，几乎一个字都不差。这说明啥？说明这些字抄了1-2千年，硬是没走样，没人能偷着改，因为白纸黑字埋在洞里搁着呢，你想改都没机会。前1年挖出铁证，后1年原样应验，你说这巧得过分不过分？我再给你个数，你自己掂量。有人专门统计过，这本书里数得上号的大预言差不多590个，到今天应验了570个。你拿手机按一下，9乘7的准头，这是啥概念？
你那个荐股的老师要是能准9成7，他早把交易所给买下来了，还用得着开课收你那点学费？预言准1、2个叫巧合，准一半叫蒙得好。590个里头准了570个，剩下没应验的那20来个，又全是讲结局怎么收场的，这就不叫巧合了，这叫他是真知道。而且复国这张还只是其中一张牌，这套预言里头好几个后来才冒出来的大帝国，在人家还没影的时候，就把名字，把人家会怎么起来，怎么垮台，提前给你点出来了。具体是哪几个，跟今天正在发生的什么事能对上号，这个咱们后面细聊，我先卖个关子。我知道你这会儿心里大概嘀咕着一句话，我替你说出来吧。行行行，说了2000年了，到现在不也好好的？别急着否认，这话太正常了。前阵子网上不就那波吗？一堆人信誓旦旦说世界要在某月某日完蛋，有人激动的连车都卖了，结果那天屁事没有，第二天全网都在笑，看吧，又是放羊的孩子喊狼来了。你大概也跟着笑了一下，这一笑特别舒服，因为这句骗人的吧，听着又清醒又冷静又安全，没人能反驳你嘛。我跟你说实话，这种话我自己也讲过，讲完心里还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看得透。那现在我要让你后背发一下凉，就你刚才那句嘲笑，2000年前那本书里早就一个字一个字写好了。他说，到了末了的日子，准会冒出来一帮爱讥笑的人，专门挑这个刺儿，说主要再来的应许在哪儿呢？从老祖宗那辈到现在啥也没变啊。你再品品后半句，从老祖宗那辈到现在啥也没变，这话今天听着耳不耳熟？咱们最大的安全感就来自这个一切照常，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估摸着也这样，那不就没事了吗？可他2000年前就把这股一切照常的踏实劲儿当成一个会蒙住你眼睛的盲区，提前给你点出来了。这个盲区有多坑，咱后头有的聊。你以为你在戳穿他，结果你张嘴那一下是在替他演2000年前就写好的台词。你想当那个掀桌子的人，结果你成了他书里的一个脚注，这就尴尬了。你拿来证明他是假的那句话，恰恰是他正在变成真的的证据。你说气不气？我再把这个逻辑给你定死。还记得刚才那句吗？真货才敢让你拆，这俩是一套的。一个骗子会不会提前写下将来准有人拆穿我，笑话我？绝对不会。他巴不得你一辈子别多想一秒。只有一种东西敢这么写，他笃定等那天到了，你的不信，你的嘲笑，反过来全成了他说对了的证据。他早就把你这个反应算进剧本里了。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既然连你会怎么怀疑，会撇着嘴说啥，他2000年前都给你算准了，那他说的那些快到了，有信号了，会不会也是真的？而更怪的一件事是，这些信号要真就摆在你眼皮子底下，你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照样该吃吃该睡睡，这事儿比你想的还邪门。我先问你一个更扎心的，就算它是真的，就算信号实打实的摆在你眼前，你看得见吗？我跟你说，大概率看不见。不信，我给你演一个你天天在干的事儿。你开车赶时间，前头绿灯啪变黄了，你脚底下怎么反应的？一脚油门唰冲过去，过那条线的一瞬间，你心里还美滋滋的，刚好赶上。黄灯啥意思？你不懂吗？你比谁都懂。黄灯就是在告诉你，红灯马上来了，该停了。可你偏不停，你不是没看见那个黄灯，你是看见了，假装没看见，踩着油门就过去了。再想想别的，你身边那段关系，那个人早就不对劲了，话越来越少，回你越来越慢，信号全亮着。你呢？你装看不见，跟自己说我多想了。等到人家摊牌那天，你还一脸震惊，怎么突然就这样了？突然吗？黄灯亮了好久了，是你那只脚一直踩在油门上。你品品这个动作，这哪是个开车的事儿，哪是个谈恋爱的事儿，这是你这个人面对一切警告时候的标准操作。再给你看一个更狠的，你躺沙发上刷手机，滑到一条新闻，某地冲突升级，死了好几百人。你眼睛扫一下标题，一声大拇指往上一推，下一条，一只猫把杯子扒拉到地上摔了，你噗的乐了。刚才那条死了好几百人的，3秒钟你忘得干干净净。晚上家里人问你今天刷到啥新闻没，你想半天，好像
没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冷血？别，我跟你说，这事儿真不怪你，这是你脑子里一个出厂就装好的功能。心理学给它起了个名儿叫正常化偏误，说白了就是一件事要是大到你扛不住又改变不了，你的大脑会自动替你按一个键，这跟我没关系，不至于真出事，好让你还能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过日子。这不是你选的，是脑子背着你做的，它是想保护你。最有名的例子，泰坦尼克号，船都撞上冰山了，底下都开始进水了，甲板上还有一帮人死活不肯上救生艇，觉得这么大的船哪可能沉？据说有人还在那儿稳稳当当打着牌。不是他们傻，是这艘船会沉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太大了，大脑接受不了，干脆给屏蔽了。而且这毛病不止在泰坦尼克，研究灾难的人发现，几乎所有经历过大灾的人，事后回忆第一反应都一样，不是撒腿就跑，是愣在那儿。地震头一下晃起来，好多人坐着没动，心里嘀咕是不是楼上在搬家具。火警铃响了，一屋子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起身，都在等别人先动。他们管这个叫否认期。灾难来的头几十秒，人的大脑忙着干的头一件事是说服自己这不是真的，这很正常。你再搁咱们这个时代想想，这毛病只会更重。古人一辈子可能就听说过远方一两场灾，你呢？你一天刷手机刷到的战争、噩耗、塌房，比古人一辈子见的还多。你的大脑要是不把这些哗哗的往外屏蔽，你早崩了。所以信息越爆炸，人反倒越麻木。这真不是你冷血，是你不麻木，根本活不下去。那我跟你说个更瘆人的，这个人会自动屏蔽天大的事的机制，耶稣2000年前就一个字一个字给你描过了。他讲他再来之前的世界是啥样，他没说到处杀人放火、妖魔横行，他说的是，就像挪亚那个年头，洪水来以前，人照常吃饭，照常喝酒，照常娶媳妇嫁女儿，直到洪水哗一下冲过来，把他们一锅端，他们到那一刻都还懵着呢。你抓住那个词没有？照常。你发现没有？这才是最吓人的地方。耶稣形容那个世界用的根本不是罪大恶极，是一切照常。那些人没干啥伤天害理的，就是在过日子，上班、还房贷、刷剧、盘算下个假期去哪儿玩，一切照常。然后啪，那天就到了。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堕落，是麻木，是那句日子不就这么过吗里头那股踏实劲儿。还有个细节特别值得抠一抠，挪亚那条船不是一夜之间变出来的，老人家吭哧吭哧造了好多年，造的大的离谱，就那么杵在平地上。你想想那画面，周围的人天天打那儿过，天天瞅着他造，估计没少拿他当笑话。这老头魔怔了，平地上造什么船？警告就明晃晃地戳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戳了好些年呢。结果洪水真来那天，上了船的还是只有他一家子。你听明白这里头的恐怖没有？不是没人警告他们，是警告就处在眼前，他们当了好几年的笑话看。而且你回头瞅瞅，这跟你刚才那个黄灯那个啧一声划走，是不是一个德行？你不坏，你就是在照常。我也一样，我刷手机划掉坏新闻比你还利索。这是咱俩共用的这副脑子的出厂设置，谁也别笑谁。可问题就出在这儿，这个出厂设置平时是保命的，到了关键时刻是要命的。真有一件你非当回事不可的大事冲过来的时候，这个帮你屏蔽的功能照样在转，它压根儿分不清哪个该屏蔽哪个不该。结果就是越大的事你越没感觉，小事你能急得跳脚，外卖晚了20分钟你能打3个电话过去骂，可真正天大的事摆你跟前儿，你反倒平静得像没看见。而这台屏蔽机器对付信仰这事儿尤其灵，神、永恒、结局、那一天，这些词大到不能再大了。你的脑子一听见，啪，第一反应就是把它们整个拖进以后再说那个文件夹盖上。所以你不是不信，你是你那台机器自作主张把最大的那件事给你调成了静音。你不服气？那你回想一下，你平时刷视频刷到那种聊生死、聊永恒、聊结局的，你的手指头是不是比平时滑得还快啊？哎呦，太沉了，换一个。你以为是你不感兴趣，不是，是你脑子那个保护程序在你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已经抢先一步替你把它划掉了。所以你能听到这儿，其实已经赢了一大半人。
你那个程序今天居然破天荒没把我给你划走，你不是不在乎，你是被你自己的脑子客客气气的挡在了门外头，所以你对那些快到了的信号没感觉，情有可原，这锅一半得人脑背。但是我跟你说，你心里头大概还揣着另一个借口，这个更舒服也更难戳破。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反正没人知道到底是哪天，那我现在操这份心干嘛？等真有动静了再说呗，对吧？这话听着特别在理，特别成熟，特别淡定。不知道哪天，所以现在不用管。你把这套逻辑挪到别的事上试试，立马就露馅儿。气象台说这片海要变天了，但具体哪天刮台风说不准。出海的船长会回一句：既然你说不准哪天，那我就照常出海呗，等真刮起来再说吗？他敢吗？说不准哪天从来都不是可以不管的理由，它恰恰是天天都得背着的理由。可这套理一般到结局上头，你张口就给用反了。我跟你说，这恰恰是你被坑的最惨的一个误会，而且你还以为它是智慧。先说个轻松的，缓一缓。你手上是不是老有那么个活儿，拖了整整1个月没动？老板月初就交代了，你心里一直念叨还早还早，不急。结果呢 ，deadline 前一天晚上，你才哆哆嗦嗦把那文件点开，然后那一宿你效率高的吓人，一边赶一边骂自己早干嘛去了。你发现没有？你不是不会干，你一直都会，你只是非得等到刀架脖子上才肯动那么一下。人呐，就这德行，把这个德行先记脑子里，咱马上用得着。回到那句，反正没人知道哪天，你肯定见过那种人，掐指一算，某年某月某日，事件完蛋，搞得神神叨叨。前头说的那波卖了车等着被接走的，就这一路，每一个，我说每一个啊，最后都翻车了，无一例外。所以你心里早有个结论，看吧，搞这个的全是骗子，整件事就是扯淡。打住，他们翻车真不是因为太当真，是因为压根儿没读懂。你猜耶稣自己是怎么说那个日子的？他撂了一句特别绝的话：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单单父知道。你听清楚了没有？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按这本书自个儿的说法，那个掐指一算就敢报日期的，头一个就把耶稣的话给违背了。所以真正信这本书的人，恰恰是最不该去算日期的那波人。那你说怪不怪啊？明知道算不准，明知道前头一查一查全翻了车，几百年来还是有人前赴后继的接着算，图啥？因为人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仨字儿：不确定。你宁可知道一个坏消息的准日子，也不愿意悬在半空里啥都不知道。知道哪天，哪怕知道的是个坏的，也能给你一种我能掌控的错觉。可圣经偏偏不给你这个错觉，他把不确定死死钉在那儿，一条缝都不留。为啥？因为他要的根本就不是你掌控，是你警醒。那问题就来了，他为啥不告诉你哪天？他要真把话撂明白了，哪年哪月就是了，不是更省事吗？你发现没有？他不说才是最妙的一手。他要是把准日子塞给你，你会干嘛？你会跟那个拖活的你一模一样，前头该咋浪咋浪，等快到了，临时抱一下佛脚，对不对？你明知道 deadline 卡在哪儿，你就一定会拖到 deadline 前一晚。所以他干脆不给你日期，这不是他藏着掖着故意吊你胃口，这是他在逼你把每一天都当成那一天来过。正因为你不知道是哪天，所以哪天都可能是。说白了，不知道这3个字根本不是让你松口气躺平等通知，它是那根一直架在你脖子上永远撤不走的弦。耶稣还拿另一个东西打过比方，他说那一天来的时候像贼。你想想贼是怎么来的？贼专挑你睡得最沉，防备最松，最觉得今儿能出啥事的时候来。哪个贼会挑你严阵以待，家里灯火通明的时候动手？所以你品品这个比方有多损。他等于在说，你越觉得天下太平，越觉得一切照常，越是那一刻最危险的时候。你那份踏实，恰恰是给贼留好的那扇门。你可能要叫了，那不天天绷着，累死了。不是绷着，我给你换个你能懂的说法。你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来见你，约好了今天，但没说几点，你是绷着吗？不是，你是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心里揣着点小期待，耳朵支棱着，随时准备好去开门。那是一种活法，不是一种刑法。天天预备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天天恐慌，
是天天活得像那件最要紧的事随时会发生，所以你不会把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会把真正要紧的事一拖再拖到以后再说。我问你个具体的，假如你确确实实知道那位你最在乎的人今晚就到，你今天这一天会怎么过？你大概会把一堆乱七八糟的破事全推了，把憋着没说的话说了，把该收拾的收拾干净，把最在乎的几个人摆到最前头。你绝不会窝在沙发上刷6个钟头短视频，你会突然之间特别清楚什么是要紧的，什么是垃圾。天天预备要的就是这个状态，它跟你虔不虔诚没多大关系，它要的是你活得清醒，活得拎得清。耶稣那句话后头紧跟着就是俩字儿：警醒。警醒不是叫你害怕，是叫你别睡着，别恍惚，别把一整条命过成一场梦游。你再摸着良心想想，这种活法跟咱们大多数时候那种稀里糊涂得过且过的过法差多远？行，天天预备这4个字咱先搁兜里，可你心里那个最实在的疙瘩还没解开，这事儿到底离我多近？是几百年以后的事，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正在现在发生，就发生在一个你天天刷新闻，天天能看见他名字的国家身上。新闻天天给你播他，可新闻只给你看了他的一半，另一半邪门的多。那个国家叫伊朗。我知道你脑子里伊朗俩字一蹦出来，画面是啥？导弹、战争，新闻里那些个画面，对吧？这2年他就没从头条上下来过。行，这是新闻给你看的那一半，可另一半新闻基本不带提的。我跟你说，你先坐稳了。你猜全世界基督徒增长最快的地方是哪儿？不是美国，不是韩国，也不是非洲哪个国家，就是伊朗。你可能一脸问号，伊朗那不是个传福音要坐牢，官方明摆着最反基督教的地方吗？没错，就那儿。可正因为进不去，传不了，这事儿才邪门。它压根儿不是靠人一个一个传开的。你知道那边好多人是怎么信的吗？他们说自己在梦里见到一位穿白衣的人跟他们说话，一个村一个村的素不相识的人做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梦，醒过来就信了。你品品这有多绝！一个把圣经列成禁书，把传教定成重罪的国家，它能拦住人，能拦住书，能拦住网线，它拦得住梦吗？拦不住。福音绕过了所有的高墙，所有的安检，所有的牢房，啪，直接进了人的梦里。研究这个的宣教学者说，这不是零星几个，是成千上万的人，背景五花八门，报告出来的几乎是同一件事。一位浑身发光的人叫着他们的名字。你说这是集体幻觉？一个最恨他的地方，集体幻觉出了全世界最旺的一片信仰，这话你自己信吗？这增长有多猛？几十年前那地方的基督徒少到你一只手的指头能数过来，现在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往上翻，比例上是全球头一份。一个最不可能长出教会的地方，硬是长出了全世界最旺的那一片。你说这事儿怪不怪？你再往深里想一层，这事儿其实一点都不新鲜。2000年前那个信仰刚冒头的时候，罗马帝国往死里逼迫他，抓、杀、喂狮子，什么招都使了。结果呢，越杀越多，越摁越旺。当年有人撂下一句话，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你发现没有，这位神好像有个怪脾气，他偏爱在那个最不可能、最瞧不起他、最往死里摁他的地方动最大的功。今天的伊朗不过是把2000年前那一幕又原样演了一遍给你看。你发现没有，新闻这东西永远只挑能炸能上头条的给你看。导弹响一声，全世界当天都知道。可真正在底下一寸一寸重塑这个世界的事，往往是没声的，上不了头条，你也就永远不知道。一个国家的地底下，教会在疯长，这事儿没有爆炸声，所以你刷一辈子手机也刷不着。你以为你看的是世界大事，其实你看的只是最吵的那部分。然后呢，还没完，最离谱的一笔在后头。伊朗这名字是他近代才改的，他老早的名字叫波斯。波斯这俩字儿你在圣经里翻得到，而且不是随口提一嘴。圣经里有个先知，在波斯还没成气候，还被另一个大帝国摁在底下的时候，就预言了波斯要崛起，要怎么把前头那个霸主取而代之。更绝的在另一处，还有个先知提前100多年把一个波斯王的名字古列一个字一个字点了出来，
而且点的不只是名字。那先知还说了，这人将来会下一道命令，放那些被掳走的犹太人回老家，重建他们的圣殿。100多年后，古列真当上了王，真就下了这么一道诏书，一字不差，提前100多年，连人都还没生出来呢，名字要干的事全给你写在那儿了。还不止波斯，同一本但以理书里有个意象，按着先后顺序，把往后要轮番登场的一连串大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一个接一个排得明明白白。后来呢，一个接一个全应验了，连顺序都没乱。我跟你说，你要是赌球能赌出这准头，全世界的庄家都得把你拉黑。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这个伊朗，新闻里它是导弹，圣经里它是一个被点名2500年，如今正爆发着最大复兴的地方。同一个国家，两个故事截然相反。那我就问你一句，你天天盯着看的是哪一个？哪一个才是真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那一个？好，咱把几件事儿搁一块捋捋。一个民族灭国快2000年，原地复活，这是前头说的。一个国家被点名2500年，现在正应验，这是刚说的。再加上那570个早就兑现了的预言，你把这些摞一块儿，过去的、当下的，还有那一长串老早就应验的，它已经不是一个巧合能糊弄过去的了。一个巧合叫运气，一串巧合叫规律，一大摞精准到人名、国名顺序的巧合，那就不叫巧合了，那叫它是真知道。你要是个较真儿的人，到这儿心里该犯嘀咕了。圣经对过去对现在的预言准成这样，那他对结局的那部分预言，是不是也不太像在闹着玩？我跟你说，大概率真不是闹着玩的。但是这有一个特别大的但是，你怕的那个结局跟圣经里写的那个结局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脑子里那个世界末日的画面，天塌地陷，火海一片，人类全灭，我跟你说，那不是他的版本，那是好莱坞的版本，是灾难片导演喂给你的。真正写在圣经里的结局，你要是听明白了，可能跟你这辈子被灌的那套整个反过来。我先问你个最基本的，你以为信了之后，人最后是去哪儿？10个里有9个会脱口而出上天堂呗，然后脑子里那画面就出来了，人死了变成个灵魂，飘啊飘，飘到云彩上头，那金光闪闪，有竖琴，你坐那儿弹它个10000年。打住，我跟你说个你可能不爱听的，这个画面圣经里找不着，一个字都没有，这是动画片教你的，不是圣经教你的。你想想这个云端弹琴的画面到底打哪儿来的？多半是小时候的卡通片、老教堂顶上的壁画，再加上各种影视剧，一点一点糊进你脑子里的。没谁专门骗你，可你信了一辈子，还以为这就是圣经写的。结果你为他向往，甚至为他隐隐害怕的那个天堂，从头到尾是个二手货，是别人替你想象出来又塞给你的。圣经里翻来覆去讲的那个结局，是另外2件特别具体的事儿。你听好，头一件不是你飘上天，是天降下来。圣经的最末尾写得明明白白，一座新城从天上降到地上来。你没听错，方向是反的，不是你逃离这个地球躲去天上，是天搬到地上来，神跟人住一块儿。那段还跟着一句特别戳人，到那时候他要亲手把每一个人脸上的眼泪擦掉，从此不再有告别，不再有那种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的疼。而且你注意，那座城最要紧的根本不是什么金阶碧瓦的风景，最要紧的就一句话，神亲自跟人住一块儿了。说白了，所谓天堂，核心从来就不是一个风景多美的地儿，是终于跟那一位面对面。地方再好，他要是不在，那也不叫天堂。这跟你从小被惯的那个弹奏竖琴的度假村完全是两码事。第二件更颠覆，你不会变成一缕没形没体的烟，你会有一个身体，一个全新的再也不会坏的身体。他打了个特别好的比方，你现在这副身子骨就像一粒埋进土里的种子，种下去的是会烂的，可长出来的那个是不烂的，是能走路，能拥抱，能跟人面对面坐下来吃顿饭的那种实实在在的身体。
你要问这身体到底啥样，是不是我在这瞎编？有样板的。耶稣自己从死里头活过来那回，门徒头一反应也以为见着鬼了，吓得不行。结果他说：“你们过来摸摸我，鬼哪有骨头有肉的？”他还嫌不够，当着一屋子人的面要了一块烤鱼吃了。你品品这个细节，一个刚复活的人干的头一件事是吃鱼，这哪是飘忽忽的幽灵，这是个能饿、能尝出咸淡、能跟老朋友围一桌吃饭的活生生的人，那就是将来你那个身体的预告片。你发现没有？这整件事的方向跟你脑子里想的全反了。基督教从头到尾就压根儿不是一个你赶紧逃离这个烂地球躲到天上享清福的计划，它是一个这个地球要被修好、要被赎回来的计划。神就没打算扔下这个世界不管，他打算把它整个重做一遍，这回做对。你可别小看这个方向反过来，你信不信这地方有未来，直接决定你今天怎么活。你翻翻历史就明白了，恰恰是这群相信地球会被修好、会被赎回的人，在这世上最肯下本钱，办最早的医院，办最早的大学，冲在最前头去废奴、去赈灾救济。图啥？因为他们打心眼里认定这地方不是个临时旅馆，不是个等着烧掉的危房，是一个有未来、值得他们卷起袖子来修的家。你看出那个反差没有？越是真信有结局的人，越不躺平。这一下全翻盘了。末世根本不是叫你两手一摊躺平混到那天被接走拉倒，恰恰相反，你要真是这地方未来的居民，那你今天怎么对待这个世界，怎么对待身边这些人，怎么过好这一天，就是在给你将来要常住的那个家一块砖一块砖的打地基。那对你意味着啥？意味着你今天对人厚不厚道，较不较真，肯不肯原谅一个伤过你的人，值不值得别人信你。这些你一直觉得反正又不影响我升职，也不影响我信用分的破事，其实全都在为那个家打底。你不是在将就着把日子混到末日，你是在提前往那个未来里搬东西。所以信这个字从来就不是嘴上认个理点个头，是你一旦真信了那个未来，你今天的活法就得跟着挪位置。一个嘴上说信，活法却一寸没挪的人，回到咱开头那个分辨真假钞的事，他攥在手里当成真钞的那张到底是真的，还是他只是一直当它是真的？这话我不是冲你来的，是每一个说自己信的人，我头一个都得把那张票子掏出来，对着光自己照一照。你大概去过告别式，台上的人声音放得轻轻的，说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那里没有眼泪。底下的人跟着轻轻点头，你也点了头，但你心里是不是有个特别小的声音，小到你都没敢让它出声？真的吗？还是说我们只是需要这么讲，好让今天没那么难熬？我跟你说句实在的，那一刻你才发现，你压根儿没认真想过那个更好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你不需要它是真的，你只需要它存在着。它就像一句你们彼此心照不宣的安慰，谁也不去拆穿，拆穿了大家都难受。散了场，大家陆陆续续往外走，该回家回家，该上班上班。过个3-5天，这事儿就被生活那股洪流冲得没影了，那个更好的地方也跟着沉回心底最底下，再没被你认真想起过。直到下一场告别式，它才又浮上来一回，你再跟着点一次头。可你刚才已经听见了，那个更好的地方，圣经是当真的，而且讲得有鼻子有眼，是一座降到地上来的城，是被一只手擦干的眼泪，是重新站起来还能彼此相认的身体。它不是一句用来安慰你的客套话，它是一个地址。行，说到这儿，你大概长出了一口气。嗨，闹了半天，末世不是那部天塌地陷的恐怖片，是个值得盼的好结局。这地球会被修好，眼泪会被擦干，挺好。心里那块石头咣当落地了，但是我得在这儿把你那只准备松下来的脚给拦一下。就在你被这个好消息安慰到正准备松口气的这一秒，你恰恰漏掉了一件事，一件跟别的都不挨着，单单只关于你自己的事。你发现没有，前头咱聊的复国、伊朗、新天新地、被修好的地球，全是大事，全是世界那个级别的，离你挺远的，能当个谈资当个热闹看的事儿，舒服安全
可恰恰是这份舒服，替你盖住了那件你最不愿意单独面对的事，而这件事才是这一整期我真正想跟你说的那一件。你被世界末日这4个字牵着鼻子走了一整期，现在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这么甘心被它牵着走？因为它安全。世界会不会完，这是个多大多远多带劲的话题。你可以泡杯茶，嗑着瓜子，跟朋友热火朝天聊一宿，是核战还是 AI， 是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聊完拍拍屁股，该睡睡，该上班上班。它刺激，可它一点都不疼，因为它说的是世界，不是你。可你呢？你一边津津有味地替全世界操着心，一边恰好绕开了一件小得多、近得多、也确定得多的事，你自己会结束。圣经里有一句话特别平静，平静的有点冷，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盯着人人这俩字看一眼，不是很多人，不是除了你以外的人，是人人，这里头含你。你再仔细想想，这是你这辈子唯一一件100%确定的事，其他的全是可能。你买保险，因为可能出事；你攒钱，因为可能失业；你体检，因为可能有病，全是可能。唯独这一件没有可能2个字，是一定。可最讽刺的就在这儿，对那些可能的事，你严防死守，又上保险又存钱；对这件唯一一定的事，你反倒一点防备都没有。该买的保险你一样没落下，该看的那件事你一次都没正眼瞧过。你见过墓碑吧？上头刻俩年份，中间一道横杠，你有没有盯着那道横杠看过几秒？那道小小的破折号就是一个人的一整辈子，他爱过谁，怕过什么，熬过多少个夜，到死都没放下哪件事，全被压进了那短短一横里。将来也会有这么一道横是你的，而你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在往那道横里头一笔一笔填东西。我知道你脑子那个老程序这会儿又要替你踩刹车了，想把这句话糊弄过去岔开，先别，就这一次咱停在这儿3秒钟，别躲。你想想这事儿有多荒唐，这2年多少人为了那个世界末日囤罐头、囤水、修地堡，研究哪个山沟能避难，可那个世界末日8字还没一撇，还真不一定轮得到你赶上。而另一个末日，你自己的那个100%会来，而且很可能比你以为的近。你为他准备过什么？你心里可能正嘀咕，我还年轻，这事儿离我远着呢。那我问你，谁跟你签过那张保你活到80的合同？没有吧？那个平均岁数是一大堆人摊出来的一个数，他从来没有对你这一个人做过任何承诺。新闻里那些走得太早的，哪一个出门前觉得今天会轮到自己？没有一个。你为一个不一定轮得到你的世界末日囤了一柜子货，却没为那个一定属于你的末日准备过哪怕1天。我把你带到这一步，不是为了吓你，你大概从小就烦一种人，站在台上拿你不信就要下地狱吓唬你，吓得你晚上睡不踏实。我也烦。说句实在的，那种靠恐惧逼人就范的讲法，我觉得是把这件事整个讲反了。所以咱倒回去，回到最开头你那句嘲笑2000年了怎么还不来？你猜圣经里是怎么回这句话的？他没说快了快了再等等啊，他说了一句你要是真听进去鼻子会有点发酸的话，主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你慢慢品这句，结局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来，不是神失了约，不是他把这茬给忘了，是他把手指头摁在那个按钮上，迟迟不肯按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一摁下去，就有人永远来不及了，所以他在等，能多给1天，他就多给1天。你一直觉得那个还没来，是他欠你一个交代，你把他整个看反了。那个还没来，是他在为你硬生生的往后拖着。这段还没来的时间，圣经给他起了个挺好听的名，叫恩典的时间。我给你翻译一个更准也更冷的说法，缓刑期。判决已经下了，可执行被按住了。为啥按住？因为下判决的那一位在等被告回头。你这辈子但凡赶上过一回本来要完结果被宽限了一次的事，你就懂那种后怕里头藏着多大一份侥幸。你现在过的每一天
就是那份侥幸。不信你看，你这会儿还能坐着听一个陌生人跟你掰扯这么沉的一件事，居然还没划走，就这一刻，那道判决又被那根手指头往后宽限了一点点。所以你还有时间算，那个让你心跳发慌的倒计时，它还没走到0。你以为你那一刻在直面终点，其实你正攥着一段被人硬塞进你手心还热乎着的活着的时间。而圣经里还有最反转的一句话，他说他第二次来，对一个早早预备好的人，根本不是来审判的。原话是这么写的：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不是法官把惊堂木一拍，是一个父亲来接孩子回家。你发现没有，同一件事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味道。对一个一直躲着装看不见，把那个念头一遍遍按回去的人，他是催命的倒计时；对一个肯抬起头认了这笔账，动手开始预备的人，他是回家的钟声。同一个声音，你听成哪一个，全看你站在哪一头。那抬起头认了账，到底是要你干嘛？不是叫你明天就遁入空门，把日子过得苦哈哈，是让你今晚睡前老老实实认一句：对，这事会来，而且我没我自己以为的那么有把握。就这一认，你和那些一辈子把脑袋埋进沙子里的人已经分道扬镳，走上2条路了。认账是预备的头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因为他要你先把那只一直死死按着念头的手松开。行，我答应过你，这期到最后给你一个30秒的测试，现在到了。我先提醒你一句，这个测试大部分人是不敢做的，倒不是它有多难，它简单到30秒就完事儿，是大部分人宁可一辈子不知道自己的答案，也不愿意真把这个问题问到底，因为他们隐约知道那个答案一旦摊开，他们就不得不去改点什么。所以你要是愿意跟我做到底，你已经比一大半人勇敢了。特别简单，就一个问题，你别去想那些标准答案，别琢磨怎么回答显得虔诚，没人看着你，就你自己对自己说实话。问题是这个，如果今天晚上就是最后一晚，你心里冒出来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慌？别急着糊弄过去，让这个问题在你心里多待一会儿。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慌，那个慌不是来定你的罪的，那个慌是你这辈子最诚实的一份体检报告。它不疼，但它特别准。它在告诉你，有几笔账你还没结清，有几句话你一直堵在喉咙里没说出口，有一个人你早就该去和好了，却一直拖着拖着。你慌，不是因为你信得不够虔诚，你慌是因为你心里其实门儿清，什么才是真正要紧的，你早就知道，你只是一直拿以后还有时间这句话把它一推再推。那要是你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呢？那也是一份诚实的报告，没什么好羞愧的。他可能在跟你说，你是真的累了，累到连结束听上去都像一种歇息。也可能在说，你心里那几笔账其实早就结得差不多了，你比你以为的预备的好。2种答案都不丢人。这测试不是用来给你打分的，它是让你听见你自己心里那个平时被100件破事儿压在最底下的最实在的声音。末世这个词绕了一整期，它根本就不是用来吓你的，它是一面镜子，它是借着假如这是最后一晚，逼你把那些一直被你往后推的真正要紧的人、真正要紧的事，从一大堆乱七八糟里头给挑出来，趁还来得及，在你借来的这段时间里挑出来。这个世界会不会真在哪一天结束，没有人知道，那个也不归你管，你操不上那份心，但你的那一天一定会来，这个板上钉钉。而这期视频最好的一个消息是这个，你今天还能坐在这儿把我这句话听到这儿，这说明他还没来，你还有时间，那就别等了。